我辞职。就算你离职，你还有1个月的交接期呢。这手头上的事情你也得给我善始善终，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，随叫随到。加入同意吧，工资待遇尽管提，肯定比你在广华的时候要好。智慧云医生呢，正准备联合小白下基层开展诊疗，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。这不是应该市场部的人负责吗？为什么要找我？季星啊，我知道你会认为下基层这件事儿是个苦活、累活，但越是这种活儿，越能体现出你的努力跟负责呀。你好好干，让领导满意，接下来我可能还能再找机会，给你提升职加薪啊。之前说的是小白1期结束后你就跟我提，为什么还要再找机会？啊，季星啊，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。我本来打算呢，年后就找人力总监去给你申请升职的。可是这次你这个事儿啊，这么一闹啊，大家都有些想法。你也知道，有些时候他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我也在尽力帮你争取。那现在看来呢，升职的可能性是不大了。这小白的项目奖金呢，可能也会下调了。下调多少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次你这个事情啊，弄得大家都有些想法，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，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。凭什么呀？大家什么想法，我才是受害者。而且陈总监，您确定我升不了职，就是因为庆功宴上的事儿吗？不是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您跟我画最大的饼，让我做最重的活儿，还特意去人力总监面前美言我，让我升不了职。我都听见了。不是季星啊，你都是从哪儿听来这些话呀？不是季星，你先别激动，你要知道有些事情，那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好，那您做不了主，我就去找能做主的人问问。你。发一份电子版到我邮箱里吧。好，那没什么事，曾总，我先出去了。你什么事儿啊？曾总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是研发部的，为什么要去做市场部还有保障部的工作？这是陈总监和人力资源部沟通完的结果，你来问我，不合适吧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越级了，但陈总监说他做不了主，我就来找您了。我来了公司就接触了小白这个项目，我尽心尽力工作，除了对这个项目的喜欢以外，我也得生活呀。陈总监答应小白1期结束就给我提升职也反悔，说好的项目奖金也下调，让我做别的部门的工作也 OK 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没有匹配的收入，我觉得有点不公平。季欣啊，如果你是因为陈松伶帮朱雷打了圆场而心怀不满，未免有些太小气了吧？况且朱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，你就没必要迁怒于他人了。我相信陈总监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考量，我贸然插手，他以后还怎么管理研发部啊？不是的，曾总。季欣，我知道你能力突出，但公司也给了你发展的空间，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，要清楚哦，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。我还有个电话会。
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，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。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。好了，季轩，赶紧把整理好的2期方案发给我啊！季星啊，你一直都是我最看重的下属。如果之前我说什么话让你误会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咱俩可是一条心。这小白要是好了，咱俩都能往上走。小白是你的心血，你这么负责任的人，不可能半途而废啊！季翔，你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但是为了这点小事，万一得罪了曾总呢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？像你这种科技人员，一旦无法进入核心项目组，经验和能力断档，那这职业生涯可就废了。我是过来人，那都是为了你好。行了啊，别气了，赶紧把整理好的方案发给我啊。2期方案发你邮箱了。好，我辞职。辞职？季星，你可想好了，你入职的时候可是签过竞业协议的，一旦辞职，这2年你都无法在这个行业工作了。辞职信我一会儿发你邮箱。好，就算你离职，你还有1个月的交接期呢。这手头上的事情你也得给我善始善终，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，随叫随到。季小姐的事，应该是离职了。您之前说要招季小姐进姜博士的团队，让 HR 联系她吗？先把简历发给姜博士。好的。哎呀，你们2个大忙人呐，是成天见不着人，尤其是欣欣，准备离职了还嫌不住，老往外跑。我把手上工作交接完就好啦。宝贝，我有个大客户的公司正好在招软件工程师，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下？哎，我有一个师弟啊，他跟我说想让我跟他一起创业。我倒是挺佩服他的，很有勇气，很有魄力。他说的那些，我其实有点动心。疯了，创业那得多少钱啊？是啊，创业太难了。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干什么。如果去了一个新公司，我再熬个2、3年，再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，就翻来覆去，来来回回又这样。算了，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，吃。别想了，别想了。
田渔村，啥渔村？广华一个下基层协助医生的诊疗活动。青田渔村，啥渔村？你都提离职了吗？怎么还让你去啊？别去了。你这一听就是没人想去的活，这老板没安好心。哎，不过我听说那个青田渔村还挺漂亮的，改天我们一起去玩一玩。可以啊，正好陪欣欣去散散心。老板，这是智慧云医生联合小白基层调研的地点及行程安排。青田渔村这一站，我也去。我这有安排。我到了，我刚到，刚下车。设备都到了吗？好，那你把卫生所的定位发我。啊，再见。韩总，不用发位置了，我带你去。哎。离职了还来参加基层的诊疗项目？之前答应过的嘛，站好最后一班岗。江博士准备来接管东医的 AI 部，负责智慧云医生的研发和运营。哇，能请到江博士坐镇，韩总厉害啊！加入东医吧。他知道你之前解决过智慧云医生的问题，向我要了你的简历，希望你能够加入他的团队。不行，我有竞业禁止。我可以帮你解除。工资待遇尽管提，肯定比你在广华的时候要好。如果还有什么要求和条件，直说。谢谢老同学这个时候给我发出邀请，但是我现在这样，现在哪样？迷茫且自我怀疑。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吗？韩总是有读心术吗？一直觉得付出和回报应该是对等的，但是现在却发现人情世故比专业技能好像重要得多。才意识到，你是做人工智能的，机器人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适应环境才能不被替代，这些道理还需要人讲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就是不想被同化，不想成为那样的人。不想被同化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契合的群体。江博士跟你一样，是个人情上不愿意拐弯的技术派，没准你们两个认死理的人能闯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没有比跟江博士合作更好的选择了。考虑一下。这么晚还不睡，在这儿吹海风。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儿。你呢？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儿。哼。浩瀚的宇宙，衬得我们真渺小。渺小不怕，只要活得有意义就好了。宇宙再大，也会因为一些渺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。宇宙很浩瀚，我们很渺小，但是只要心怀梦想，哪怕能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的贡献，
也是意义非凡的，让大家病有所医，生活得更好。我觉得这就是发展医疗科技的意义，也是我们团队的初心和奋斗的目标。宇宙再大，也会因为这一点小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。谢谢。你还记得？我也还记得你当时领奖时的笑容。那时候真好呀，我们几个能头青，目标明确，朝着一个方向卯足了劲儿走就可以了。有时候走得太远，会忘记来时的路。人开始有梦想都很容易，但想要坚持却很难。只有不忘自己最初的梦想，到最后，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。我想好了。想通了？让大家病有所医，生活得更好，这就是我的初心。那既然决定了，就加油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忙了一天，早点休息。这里一会儿会越来越冷。好。哎，那天聚餐你为什么没来？走得急。那你至少打个电话呀。我的错。拜拜。老板，为什么不带季小姐一起回去啊？这样你们在路上也可以聊一聊。没事，以后有的是时间聊。走吧。好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捕猎成功了没有？我们韩总不是为了招揽人才，专门跑到渔村去了吗？他决定接受你的工作邀请了吗？尽在掌握。韩院那边有什么动静？他呀，最近挺老实的。估计之前在香港医院那么快就解决问题，他受打击了，现在正蛰伏呢。等你回来，老地方见啊！好。星姐，你真的打算跟我一块创业啊？不欢迎。我欢迎啊！我太欢迎了，我就是高兴。我以前觉得哈，做技术工作只要是付出多少，就能得到多少回报。后来发现，也不全是这样。这次我去青田渔村，想明白了很多。我觉得对的选择更重要。录用 offer。你这一回来，怎么整个人容光焕发的？是巨星要帮你工作，让你精神抖擞？实力不行，开始找借口了是吧？笑得这么开心，是巨星给你打电话吧？他应该收到了 HR 的入职通知。冠冕堂皇。喂。哎，韩总。怎么样 ？offer 收到了。收到了，东阳医疗特别棒，谢谢您。
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自己创业。创业？不管怎么说，感谢您还有东一对我的认可。知道了。季星要创业？嗯，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啊。韩大总裁费尽周章去青田渔村把人家的初心给换回来了，结果人家转头就创业去了，有意思。继续，快点。